The future holds countless possibilities. Human beings have many desires. Greed causes us to get lost in ourselves. Simplify, eliminate the unnecessary details, and return to the pure and simple. Explore life's vibrant beauty. Break the rules. Find the future.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我们现在看的是以德他的那个 ArtStation 的那个主页。我很早就看过以德的作品，因为他作品我也喜欢做这样子，就是他比较科幻，然后有种这种暗调写实，然后又比较优雅的那种感觉。他的作品都非常的像摄影，应该以德是一个非常喜欢摄影的人。是不是啊？然后他总会做人，做很多角色的人，做很多角色，对，好厉害。也是 CD 跟那个 Octane 的流程，对吧？对。但是还会用到很多就是角色方面设计的那些软件，应该。所以我觉得跟其他的搭配使用。对，所以今天会有一部分是以德来分享他的，就是关于角色制作的。哇，这个感觉太真实了吧！这皮肤的感觉。对啊。对，然后小曾接着说。我要介绍你的作品了吗 ？OPPO Find X。那我就那个稍微开一下自己的 Vimeo 或者是什么的。你看自己是 Vimeo 会比较多一些。对，我开一下 Vimeo。烧麦之前也是在我们 Momento 做过几次分享嘛，就大家应该都认识他，就我们中国这个动态设计行业的领军人物，对吧？可能不认识，对，好，他是他就是在蛮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给包括 OPPO 在内的不少手机商做了很多这种优秀的动态设计作品，然后可能其中以 OPPO 的比较出名，还有像 OnePlus 5啊 OnePlus 5T 都是大家应该都是很熟悉的这些作品的，有各种不同的风格。然后他最新我们这次要让他分享的就是他最新给 OPPO 做的这一支 OPPO Find X， 就是他一个人完成的一部大片，应该大家也都看了，就是特别震撼。所以震撼之余，我们也想知道他是怎么去做的，对不对？然后那就烧麦给我们稍微说一下。那我就开始讲正题了哈。讲正题。好的，行，就对，因为我其实之前就是给 OPPO 做的影片，大部分都是比较像这种比较色彩的然后比较动态性比较强的这种，然后所以也一直想尝试一下，就是比较偏这种你说像概念的像 title sequence 吧，但是其实也不是，但是就是觉得大家都就是做很酷嘛，所以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尝试一下。然后但是我这个人很懒，就自己如果没有商业项目那种推我就肯定自己不会去做个自己的东西，所以说就必须得找到一个能接受这种风格的商业项目。然后正好这次 OPPO 它的 Find 系列会有一个回归，就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契机，我觉得应该要可以有机会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其实然后我是怎么去让这个事情慢慢达成的呢？就是其实我很早就跟 OPPO 有透露说，哎，我想试一试不同的风格嘛，想做一些偏这种概念性大气一点的风格。但当时本来应该是 Find R11的时候好像我就提过，但是后来觉得确实风格不太搭。然后到最新的是，当我知道有那个 Find X 这个项目的时候，他们是先告诉我要做一个预告片，然后所以我当时是觉得这个预告片很短，大概10秒钟左右吧，然后所以我想说，当时就先在这个预告片里面尝试了一点这种比较偏写实感的这种风格，但是最后这个预告片没有播出来，特别搞笑，气死我了。对，然后对，我给你看一下，他好像有发在 Behance 上，就是 Behance 上那个是吗？对，对，就是那个不对 Behance 这个这个是不是最后的版本？看一下，或者直接看 Behance。等等，我直接给你看 Behance 的好了。好的。哇，你刷的挺快。好快啊！哎呀，这是刚说快就不行。那你图太多了，而且都是动图。那像你这样的人物什么，对，其实这个倒也是对，先看，很短的，很无聊的。对，但是其实这次做这个东西，一个是给他们打预防针，就是告诉他我想做这种类型的，而且我觉得这个风格是适合这个新的系列的。同时，我也想试一下，就是自己做这种怎么样。不过最开始做这个，其实我觉得挺奇怪的，其实有些。对，然后我这边是想先小小的分享一点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东西还比较有趣。就对，一个是对当时有做的一点点这种。对这种不同的概念，哎，你会觉得这个其实有点像那个无人升空，对吧？叫什么无人升空？对，我其实开始觉得这种色调就是还是想保留一点 OPPO 的那种新鲜的东西，然后但是又有一些写实性，对。但是后来他们觉得一定要这种特别奇怪的黑色，反正我都给他们做这些，对。然后在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比较好玩的是，就是我用到这个模型嘛，因为当时时间很紧，就大概是1周时间嘛，然后10天差不多，然后想用到一个小角色，然后我这个角色其实是直接拿的那个宇航就那个电话亭，对，电话亭的那个人叫我记得有德国人，对，就是我有买他们这套这个很厉害的，他其实是做了一个就是他其实只做了一张图，但是他出了一个巨屌的教程，我觉得真的是出来教学，对，我记得他这边有一个可以看他那张图在哪儿来着。你知道吗？就最后做出来那张图，这个应该是教程本身，这个应该是个 time lapse。对，就是这个教程，这个教程我觉得还挺值得看，虽然我还没有看太细，但我就觉得这个人他连雕的石头都是自己去雕的，最后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对，然后当时用了这个人，然后这个人，其实是一个面数非常复杂的一个模型。所以我给你看一下，但是后来我因为让他做动嘛，然后我就想了个比较有趣的方法，我觉得还挺好玩的，跟你分享一下。他是没有绑定的，他什么都没有，而且他可能也是从那个 Marvelous Design 出来的模型，那个模型就是感觉你在 CC 里看的话，整个面就是黑色的，全是面，非常高的模。对，所以说这种模型其实你用来做绑定和什么的，根本是挺无解的。所以当时我 Mesh 底风之类的驱动盘。对，我后来觉得这个方法在做那种不是细节的动画的人物时候，其实会挺方便的。哎，怎么回事？没事，你应该在载入某个插件的，估计在那就是那个插件登录什么的，它就很慢。对，趁这个时候，我打下，这个
这个我当时做那个也用这个，对吧？我觉得这个还是很神的一个网站。那个 Beeple ABJ 他现在做动画嘛，里面很多人走来走去都全是这个。对啊，他总是挑一些那种特别像僵尸一样的那种动作。它那个好像那个流动性还是就它你可以改它里面的什么幅对度微调什么的，就是我觉得还挺好。就当时也是这次是第一次我试一下这个流程。看我的 C4D 打开没有？他说我的 X Particle， 先不管 X Particle 好了。没关系。X Particle 总是会有的时候就这样，有的时候又没事。也是4.0。对，我也会，但是你无视掉还是可以用。无视那个它那个没登录器还可以用。对。好，我们感受一下这个模型有多卡其实也还行，就是很密。我这个应该是已经剪过面的了，但是上面那层泡泡是什么呀？就是说其实是这样的。我当时想法，对因为它本身的模型是这样，我把它的模型稍微给扭吧，让它的那个四肢跟脚分开，然后呢，我做了一个这个东西，一个大大的泡泡。把它给覆盖在这个人体的外围，然后我把这个泡泡呢，直接就是一个这样的 OBJ 我看我这边叫 cage， 我把它，不好意思，我丢成 melt 了，那个，然后，对，就是一个这个东西，我把这个东西直接可以丢到那个这个里面去，然后我现在给你演示，就是我想把这个流程也演示一下，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怎么弄。然后呢，因为这个模型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所以我可以确保它不会出错。就是你到了这个 Maximal 就之后，关于我那个 Find X 里面的角色，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对，就是这个软件很好玩的，你把它你 upload， 然后你就直接把你这个东西丢进来，然后丢进来以后，它应该算是 AI 吗？它这个也不知道。对，它很快就会觉得 OK， 就是这个模型，然后它首先是让你把它摆正，然后之后它需要你把它的脖子，然后然后然后绿色的是2个手，然后绑定了，对，它这个绑定简直是太逗了，就是超傻瓜的一种感觉。然后这是它的那个裆部关键部位然后膝盖。好，然后其实对于人形，它这边会有，比如说3指人形、2指人形和5指人形。你看，像我这个就没指头，所以我就选了这个就好。对，然后你这边再点 next， 它就会做一个很智能的绑定。然后这个绑定，对，它这个绑定其实很惊讶的，就是当你带手指头的以后，它手指头都可以绑得非常好。对，它就相当于等一小会儿，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最后的结果。但是我一直都不明白这个网站有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上传了这个模型，我好像找不到历史记录，就是比如说我想在调用之前上传过的模型，好像它没有一个地方去存这个东西。可能不行，要不然数据量会有点大。对，你看，好，它就已经出来了。这个地方可能是我法线有点问题。好，然后这就是成为我现在的模型。所以说有了这个以后呢，你就可以，对，你就可以用它来，你看还是可以的。就这样就已经够了，然后在这边还能去调一些它的 energy， 它的疯狂程度，或者说比较这个 energy 有变化吗？好像也有点。然后对，然后会有一些微调的东西。然后当你有了这个以后，我当时是有一个就是相当于是想做它下船，然后走路的时候看一下的一个动作嘛。所以说你会看到在这个地方，我其实就是会有一个就是走路。哦天，对，有一个走路，然后停下来看一眼的动作。好，然后这个东西好了以后呢，我就用这个 mesh 去把这2个模型套在一起，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控制原始的那个复杂的模型，做出一些那个比较好的动作。你用这个 mesh 效果器就2个就匹配上了。对啊，你看，
我的天，那相当于有 cage，其实用 Surface 应该也可以。Surface，我不知道哎，因为你是指的这个 Surface 吗？我这个 Surface 我一直不敢用，我总觉得 Surface 总出 bug。然后这边当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其实我一开始以为这个 Mesh 去包裹的时候，我的这个泡泡就一定得要包裹在这个表面，一定要比它就是完全覆盖。但是后来那个火人当时也在，然后他告诉我了一个东西，就是说，你把这个地方改成 Surface，它就可以去做一定程度的，就是模糊，就相当于比如说有些区域，比如说你看有些区域它是在它的外围的，但是它还是一样能识别。如果你把这个关掉的话，你看就会成这个样子，看到没？这挺酷的。所以说，其实是也挺酷的，我靠。哇，有一种神一样的抽离感，对，连眼球都留下。然后你把这个一加就可以解决这个 bug 问题。对，好，反正这个就是讲一下这个哦。然后还有很关键的是，就是你最开始的时候需要做一个 T-pose， 但是这个输出的动画是没有 T-pose 的，因为你没有 T-pose 的话，你没办法跟原始的 T-pose 做一个结合。对，然后这个 T-pose 的话，就是说，你在初始绑定的时候，它是可以下载它的初始绑定的时候，因为现在我已经变成这样了，所以就不行，它就必须得我再刷新一下可能就行，就是它会有一个初始状态，对，然后这个时候你是可以把它的这个pose 给 download 下来的，这样的话它就会有一个你原始的它绑定好了的它的骨骼的 T-pose。然后你就可以通过这两个去做一个那个 morph， 来把这个动画的从 T-pose 变成走路的这个过程做出来。对，反正这个就是一个细节的东西，但是你到时候做的时候就得注意。好了，这个就讲成这样差不多，然后就开始讲正题吧，就是关于 FindX 这个东西。然后 FindX 这个的话，我先讲一些大的概念跟流程，因为其实当时我们就是在很前期的时候。我还是丢这个 Behance 页面，就是在很前期的时候，我们就有去跟他们的那个算是什么部了，视觉部吧，品牌部，就是他们做整个 branding 这个去营销这个新产品的部门有去聊很多，我们当然一起就是想构想一下，就是我们希望这个产品出来给消费者给观众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因为其实很多产品它会以科技啊这种，因为但是它现在看的太多了，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我们不太想再去做一个很硬科技的，或者说是以科技去表现这种这个产品很厉害的这种感觉，就希望更传达的就更多的是未来感。所以说我当时就提出来说，我们需要让我们做的广告也好，或者说我们的平面也好，它是一个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未来的感觉，好像我们做一个未来的科技的这个产品，而是我希望能达到的是，我们出来的这张图，你可能放在比如说50年后，它是那个时代的广告公司做出来的图的感觉。我就希望能有这种效果吧，就是让他感觉它是真实的存在的，而不是一种浮夸的。因为我特别不喜欢那种，比如说那种科幻片或者那种爆米花片，对他去想象未来什么做的很浮夸的科技，但是它太飘了，所以我就希望它能更像是真正属于未来的东西。所以当时也去做了一些，就是这种就类似于对，但是其实是草稿，因为只是去传达这种感觉吧。怎么这么慢？对，然后就是到最后其实也没有做到这么夸张，因为一个是颜色，他们最后选的是红色和蓝色的手机。其实最开始的白色我是特别喜欢的，然后包括但是你看他们现在的所有的那个平面一些就是户外出街的那种大的那个 print，其实也会相当来说还是在走这种感觉，就是比较干净，然后简约。就是让整个就是相当于有种极简感吧，对，对，然后所以说，那个回到我们这个影片，我同样也是希望去达到的，也是一种未来的感觉，所以我没有用到很多很赛博朋克的东西或者很黑暗的调子，因为我自己会觉得，白色的那个就是白色的
就是看起来不是非常的科技，但是你从细节上能感觉到科技的那种味道，是我认为的未来感。就是比如说你会觉得这楼看起来也挺正常的，但它中间的这块会有一些科技的东西在里面，对，然后包括你看这些地方会有一点点科技的东西在里面，对，就是包括人他也有布料，他还是穿的正常的衣服，但是他可能会有一些像这样的符号性的东西一些屏幕性的东西，对，所以说这是我一开始的定位。然后最开始呢，还是因为我自己的，其实我自己去做 solo 片的时候，我很少去做 mood，因为我一直觉得mood 的话就会它的好处是它可以让，比如说我们有，比如说像之前做 OnePlus， 我们团队有可能5-6个人，我们需要让大家都能很快的了解这个影片到底长什么样子，所以说我们会需要出一个 mood。但是这次的话我也做了，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影片它不太像我以往的东西需要很强的动态性的连接，而是更需要的是一个就是 mood 就情绪的东西。然后我需要让客户能比较清晰的能理解这个我想要传达的感觉，所以说当时我就做了一个 mood。对，其实 mood 的话就是就它有不好的地方就在于，因为你很多时候是用的别人的影片去剪辑，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容易逃不开一些东西，就到后期你去制作的时候容易被框在一些框架里，所以你会看到现在很多人如果是用 mood 剪，你会很容易发现有些镜头很像似曾相识，哎，好像在别的地方看到过。对，反正这个我在尽量避免，但是肯定也不能排除说有些镜头会让你觉得会有一些似曾相识的部分。但是大部分的话我其实是做结构，比如说我需要这张是突然变纯净的感觉包括这个地方找寻石头，主观视角，其实你会觉得很像，对不对？然后包括对镜头的微是挺像的，对。然后这边应该是关于一个屏幕的信息这样这块就不太一样了。就是这块其实后面我做了一个大的旋转，然后那些是后来才去想的，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幕的剪完后面的部分有点太平了。然后包括当时这个他们很想突出一个就是他们的最大卖点嘛，就是摄像机的伸缩，对，所以当时有去想这个东西。你们是听得到这个产品这个影片音乐的，对不对 ？OK， 好的，这个就是这样。好，然后这个做完了以后呢，我就因为确实这个影片有太多未知的东西了，就是比如说大场景我也没做过，然后植物，当时你记得我还问你吧，我问你那个就是植物这些怎么弄啊，就是动起来或不动怎么弄？你告诉我，用 scatter 可能做不动的就 OK， 但是动的话必须要用那个 Forest 自己的那个，对吧？对，但是植物这块树这块我可能就不去太细讲，因为太多人去做这个也是很难的技术。对但是我可以讲一些就是关于这边的构思，就是当我做完了这个以后，其实我有把影片分成3个部分，就围绕着那个整个产品的3个点。就是第一个就是我提出希望让观众感觉到减法，就是或者 simplify， 就是简化，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整个产品最突出给我的感觉。所以说我在去做第一部分的时候去做的尝试都是关于简化的部分，就包括我还是从用成片看比较好。比如说最开始就是关于就是这个森林简化成了这种抽象的线，因为我觉得它会，其实我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提示，我现在做了一些这种这种东西，是因为客户他根本没看出来，就当时我第一次做的时候是让它完全是渐渐的从树慢慢的变成这个线的，其实很难察觉，但我觉得是达到目的了，但是他们觉得好像不太明显，所以后来我加了一些线去做。对，所以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森林的简化，就是一种抽象的线与这种真实的树林的一个连接，然后包括这个树林的线又跟雪地的一种连接，
嗯哼，然后第二个就是城市的简化，就是我其实是想说， There are many designs 哦， inside 你这么解释特别就就很明白了，一看。对，就是这块我其实你看所有的城市的方框它会抽离，然后抽离成更加简化的东西，然后对啊，然后你看这边就像未来城市，这边就像是相当于现代的楼，然后这些楼再做一个演变，让它变得更加的 greed. 纯粹，嗯然后最后就是手机本身的简化。我其实最开始有想到做一个特别逗的镜头，我不知道我 Animatic 里面有没有啊？我给你看一下，我找一下，这个镜头你是在做摄像头，把它简化成没有了是吗？对对对，你看我哦当时有做一个特别在很早期的 Animatic 的时候，我想做一个密集恐惧症的镜头，因为我在想说想表现的是，就是现在那个好像这边没有，我看在 Concept 里面是吧？OK， 在这里应该有。哦，你看，就是我也想说，本来有一个这样的镜头，就是去体现，就这种感觉，就是想说现在的手机喜欢把镜头越做越多，但是对吧？当你以后整个手机背面长满了镜头，看起来是不是很有一种恶心的感觉，密集恐惧症的感觉？对啊，然后我本来想去做一个这种，然后又快切，然后再回到一个纯粹感，后来想到估计是有点难接受，而且不太美嘛，所以就把那个镜头删掉了。对，然后最后就只是说去表现，就是镜头也沉入到 In ourselves. 对沉入到这个表面里。机器里面去了。对对对，然后讲完了这些简化，然后我就用这个镜头去给大家表现出来。你看，这是我们产品的纯粹，它能纯粹到什么地步？哦，所以整个镜头会相对来说去把 logo 先都抹去了，就展现它最纯粹的一面。对，这是我的第一步，然后这是第一部分，然后后面就是一些beauty shot 的关于产品，然后第二部分就其实是 find， 就是手机本身的这个名字发现，然后这一部分其实我想就是说我去对吧找到了这个石头，然后找到这个石头， Life. 其实它也在做一个简化，你看到没有？它会从一个石头变成一个方块，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去体现 X 的这个性质，然后去引导出来，从激活引导出来屏幕的部分。 Find the future. 对，然后其实第二部分不叫 find， 第二部分我后来想的是叫 awake， 就是属于觉醒，就是觉醒对吧？手机一开始是一个背面，然后外观的一个东西，然后到这一刻它相当于醒过来了，它开屏了。对，然后在最后的一部分就是 find， 就是找到了这个手机本身。对，然后我本来想分成3个章节，对，但是后来呢，又因为那个我们的旁白，其实因为旁白的部分是相当于是我们客户那边去对的，但是他就是因为他那个写手他很难太去基于我的需求去写，所以最后我们就把那几个词换了。但是你会看到我中间其实是出现了三个词的， 3个英文的那个对 title。对，所以第一个就变成了 awake deep in the future， 就是跟台词走了。对，但是本来我的一开始设想第一个词应该是 simplify， 然后第二个词变成了 simplify， simple， 对，然后第3个词其实就是find。Next。对对对，但是你会看到我会有想加，你看我这里小小的写了个 Chapter 1， OK。对，然后这边会有 Chapter 2， 对，就是有这种想法，对，然后这就是大概的一个影片的整体思路，就其实也没什么，对吧？就是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把它先就是说服自己，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最开始的时候，那个其实你创作的最开始就是需要有足够的一个理由或者动力去说服自己，觉得这是酷的，或者说这是你自己觉得比较能兴奋的做下去的。然后当我想完这个结构以后，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它是还算完整的，然后我就会比较开心的进入到下一步，就开始进行实际上的一些做，因为这边就是概念的部分不算特别强，也不会有太多 R&D 的特效的东西在，所以说更多的就变成需要去做这些技术本身我不知道的技术的一些研究啊，和怎么能把它一步一步给完成，就变成了一个比较对，就是
纯粹的执行。所以现在我就主要在分享一些比较实际的东西吧，就概念的部分就差不多了。对，好，然后实际的部分的话，我还是比如说比较大家比较想了解的，我可能讲一讲比如说这样，我觉得要不现在我们先把角色讲，因为其实包括这个角，包括这些后面东西都是需要基于角色来去做的。所以说那要不我们我先来聊几句跟那个 Mark 张的那个对最开始的话，因为我当时想说我一定要做一个角色嘛，所以说我有想。对，一开始我其实也想角色要不要我也自己研究，后来我发现这个太未知了，因为包括那个布料、衣服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一定需要这些东西，这些有机的东西，不然让它看起来是个机器人。但是这些东西我看了一下，我发现太难了。然后我想说，正好因为那个 Mark 就以德会比较会这块，然后我可以跟他一起合作，然后这样的话他也可以教我一点那个就是 Marvelous Design 包括整个流程的东西，这样我就对。就可以相对来说效率会更快一点。然后当时我们有那个对，就有去跟以德聊这个，然后以德他也觉得应该会蛮有意思。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 Pinterest， 对，任何项目我都会有一个 Pinterest， 对，然后对，因为我觉得 Pinterest 还是相对是比较快的一个找灵感的方式。对，然后角色的部分的话就是对，就是可能我最开始有给他一些，就是我觉得，比如说头，我希望是简洁的，不是那种机器人什么乱七八糟那种。然后包括一些希望是它时尚感，因为我觉得其实人的进化它不会越来越往一个那种，除非我们人类文明慢慢的衰落了，大家可能会赛博朋克一点，可能会越来越那个。但是从现在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的进化发展一般还是往时尚，基本上是时尚引领那个设计趋势。所以说我是觉得可能会找的一些从服装还是什么，还是会偏时尚性的东西一点。对，然后后来有给他有一些简单的，然后剩下的其实我就不知道他是怎么最后能完成到一个那么帅的角色，所以接下来就交给 Mark 来分享一下他的部分。好呀。现在荧幕要，然后我要把对你把荧幕切过来，然后我全屏。对。声音应该不用。声音应该有的。有。这样有吗？我要停止共享的。诶，你看到了吗，小曾？我看一下。好，看到了。好，有了 ，OK， 哇，这是那个 dates。对，就是做人物的软件。那它是一个免费软件，然后它里面一开始会有一些比较基本的模型，就比如说那基本的人物的 pose 是吧？对，就像其他有一些就是它的 shop 上面买的。对，然后这个角色一开始就用一个基本的男性模型。对，那动画的部分我之前也没有做过，就顶多是摆个动作。摆动作的话，对，你也做了动画是吗？在用做人物的在这里面？没有，我之前不会做动画。对，就是顶多让他摆个动作。然后他现在一开始就是会给你一个 T pose 嘛，就是哇，竟然可以这样！经常那像这些 pose 也都是买的，那可以就是买再微调。哦，他这个绑定的特别好。对，而且好神奇的控制，他这个不会穿帮，他这个随便你怎么动，他不会那个皮跟骨头。它会有一个限制。就是它还会让它保持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而且它好多控制器，好像每一块。对，它这边有一些可以调的，比如说肌肉。哇，也是蛮方便的。哇塞！
那它这肌肉它也是得单独买那个预设，还是它里面就有你买的？它会有一些比较基本的预设，像这些都是预设的。哦，那有一些比较细的调整也会有人在买，那会看起来比较真实一点。那就是我之前顶多就只有做就这样，就是 T pose 到有动作的这样。那就是这个过程就是拿来绑衣服用的。哦 ，OK， 对。那我们现在把它转到那个 Marvelous 里面哈。好。那转出的时候会转，这有一个 DAE 档，它就是会记录那个动态。OK。对，如果是 OBJ 档的话，它就只有最后那个形态而已。就是那个最后那个位置 ，OK。然后这边 animation 要打勾，就是它才会记录那个动态。好。那这边我之前就那个做好的衣服，然后我们再把人物汇进来。这个衣服得在旁边那个像画纸片一样的画出来。把它汇进来之后，它就把它稍微的把它放在差不多的位置就行了。然后它会自动贴在表面。对对对，它等一下会有一个运算那个模拟布料的过程。等一下，我那时候切的有点多块，所以现在不太好把它分开。哦。就是在放的时候，它其实不太需要太精准，因为它自己会把它放到对的位置上。它会按照那个线的方向是吧？它有一个缝合，就比如说你看它连的那个线，它到时候运算时候会把那些连的部分缝到一起去，对，就可以贴合。OK。反正就放一个比较让它可以等一下可以掉落下来的，比如说这样。哇，手对啊，有些部分就到时候再把它拉出来就行。对，扯一扯。它是可以穿过那个人体，其实就是要再拉一下。可以。好，成功。然后再来就可以摆动作。这先让它放在这里应该还好，因为它等一下还要再跑动作。然后就会一个一个的算。然后那个衣服的动力学它也跟着一起算了。上面的时候在弄动作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弄的。就是你给我发那个教程，然后其实差不多，只是说我会用的是那个 Mixamo 的那套骨骼，没有用它本身 DAS 的这个，因为 DAS 这个非常奇怪的这个绑定。你说刚那个档案类型吗？不是，就是这个 Days， 就是我是从那个相当于是先导入到 Maximo， 然后出来一个新的带骨骼的动作。对，就不是直接从这个 Days 还是 DAS 这个里面直出的。那就差不多是这样。对。渲染的部分应该就少来讲了。渲染，行，反正我一会儿应该也会带一点。但是你像你这些衣服，你是怎么想的呢？比如说你会把它切成这几个片片，然后
就是衣服的话，我就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基本的披风，然后再去把这些线切开。比如说这一块，它本来都是连在一起的，嗯对。我可能先做出一个比较基本的外框之后，然后再去切这些衣服上面的线，那衣服就会有一些可以分别上材质的部分，然后会有一些缝线。那切这个线它有没有什么规则呢？如果像我的话，我可能切很多很多，那它缝就不好缝了。那这样的话，应该是还好，因为我这些也都随便切的。随便切。对，还有一些布料的，像是在上面开洞，然后它就会开在这个地方。对，然后它会有缝的效果，就是你要把它要这两片这种还是要缝合，会有一些缝纫的，再把它绑起来。哇，这个太牛逼了！我刚刚那个感觉哇，然后可能就是要去翻一些就是做衣服的书籍视频或教学，不然有时候绑起来会有点怪怪的，就是不符合身体。对。但是这个软件真的好好玩，就感觉会，其实好像他们说，真正的一些服装设计师也会用这个软件，就是去做一些设计。而且当时其实你做的是两套，一套是外面的披风，还有一套是里面的那层衣服，对。那层的话，我看一下，有点忘记在哪。然后里面那层我感觉太复杂了，如果2层运算，所以后来我就把里面那层就当做模型本身。就是这个吗？对，这个。对，后来我里面的那层就没有去做布料演算，基本上都是直接是模型。应该也看不太对，不太明显。是。那层有没有？应该是。然后丢哪去了 ？Close 好像。这个。它这个每次都会另外打开一个软件。对，我也发现好神奇啊，这个。对。它会打开一个新的。对，它会打开一个新的，然后就同时有巨多你可以看。然后运算的时候就很慢。对。而且我觉得你电脑好快，我电脑开15的那个就觉得挺慢的。15？就是那个布料那个吗？对，布料那个 point 还叫什么？15应该算蛮低了。对啊，但是我电脑还是挺慢。哇，这个是全部的啊！这是之前的版本。对，这之前一个版本。对，那这个很多布料在一起运算的时候就会很慢。对，刚刚那个是对，15是讲这个地方，它就是怎么讲，面数的一个精度的样子。对，就 particle distance。那如果把它改大一点的话，就会哇，这太大。对。就运算会快很多。对，会快很多。所以一开始都是先把动作，然后大概的指示摆好之后，再把那个数值开小一点。对，会比较好。现在可能还是有点慢。而且这个软件蛮常会当掉的。经常死机啊。这是 CPU 对。
而且很多布料叠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有一些 bug 来。哦，像现在它会交错在一起。我电脑好像快当了。如果这样发生的话，那就得把这个关了，再重开是吗？但它会自动存档。就是存档。哇，真的是太恐怖了！这个好卡，好慢，好卡。因为下面的这两件数值有调5，就小一点。哦，对，如果只要算那个披风的话，可以先把下面的把它固定起来，就之前那个变蓝色的，那它就不会运算就不会运算了。那它就会稍微快一点。哦，这个办法。对。群里说你做的那个鞋子特别好看，是怎么做的？鞋子那个时候我也是用其他鞋子来改的，对，因为那时候时间有点赶，然后就到C之里基本就是把一些形状改变。OK， 明白。对，然后去配一些自己的东西。鞋子也做了好几个版本。哇！基本上是。我先把这关了，把它当机。开的软件都很硬了。我的那个 Daisy 是很硬的，随便搞一个就可能就当机了。太硬了。哇，这是之前的版本，这个就没有那么好看。这当时觉得太复杂，就是。对，一开始就做这样。然后后来改的版本就好像都在 C4D 里面做。OK。就这个。对。我忘记是哪一个来改的，就现在蛮多其实都是这种感觉。然后后来我有微调一下。比如说你那个 X 太像我们这边有一个品牌叫安踏了，还是叫不是叫特步，然后我说哎呀不行，我要把它改掉。然后加了点灯什么的，特步。那个样子未来感。对。其实我觉得鞋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吧，突然觉得那些。我觉得好难做。对啊。是不是做好看不容易。对，他这是不是得做的特别讲究啊？如果你稍微哪些细节不对，它就不像一个正常人能穿的鞋子。对。对的。而且它也不能做对称，就是左边跟右边又不太一样，脚的形状。差不多是这样。还有手。对。手是那时候也弄了蛮久的。这个手，那你是在 CG 里面建的，还是怎么弄？这个有一些是 ZBrush 弄，对。然后它ZBrush 有一些那个像零件可以下载。
哦，就比如说哦，拼是吧？买零件然后拼起来。哦，还有长成这样的零件，哇靠！但是你这个零件拼的好像它就是为了这个对啊，就像个手呀。也要找的好，就适合的。哦，你我应该有再变形吧微调一？些啊，对，有变形一些。对，这个手本来一开始以德是做的比较偏人形的那种，但是后来我想的话，就是因为人形的手动起来，因为它太像人了嘛，所以你动起来很容易让人造成那种不真实的感觉。然后，所以后来我想想，手还是就是有比较明显的关节这种会比较好，就是因为你认为它相对于有点机械了，所以它的动画就不会给人带来太大的不适感。所以最后就用成了这样的感觉。我应该没有其他东西了。好，那我再继续感谢乙的，讲那个，谢谢乙德。乙德那个一会儿可能我们肯定可能还会有东西要请你出来讲，到时候再说。对，就是那我现在切回我这边，然后继续讲一下，就是动画部分这些东西的融合。好了，好呀，先试一下看会不会黑屏。让我试一下，感觉是一个比较，要不你先退掉，然后我再进，看看会不会就容易一点。叫 Skype 是吗？就是那个有个停止共享屏幕。哦，乙德先退下试一下，就那个停止共享屏幕，不是退出啊，是停止共享屏幕。应该这样有吗？好像还有，我已经取消了。还想看？那我还看到乙德的屏幕啊，还是现在已经是？对，还看到是你。我看一下。这个桌面挺厉害，我觉得很牛逼。桌面它那个右边是一个围墙，把它右边都围住。看到吗？现在应该没了。可以了，看到你了。看到我了吧？对，太好了，那我可以继续，不会重启电脑。OK， 然后那我再继续讲角色的部分。然后角色部分在动画的那个里面，就是首先我在构思这次角色时，到最后我也没有去完整的去做一个带手带脚的一个那种角色的那个物料出来，就变成了其实是我基于每一个镜头会细化这个角色不同的部分。因为其实这次影片里面，我尽量去避免大部分的角色露出，就是很像 CG 的影片那种露出，因为我觉得那样的话就看起来太像 CG 的影片了，就会反而少了点设计感。所以说你会发现大部分我用到的角色就是小小的一个点，或者说是极大的特写。然后所以说我们当时以德会去做一个很细的鞋的部分和手的部分，就是都是露出都是特别他头。对，就是但是其实没有一个特别完整的人，除了这个镜头稍微完整一点。对，大部分的时候我都只是细化该细化的部分。然后我就先讲讲这个镜头吧，就是这个鞋子的镜头。对，看着很让人那种舒缓的感觉，因为它那个旁边对，很软，估计一下，舒服。我来看看啊 ，Final， 你看，其实我一共也就只做了这么多工程文件，还挺多，没有很多都是就是做了存了几个。我找一下哪一个最新日期的，因为我怕，不对，查看详细信息，名称应该是11号。我怎么觉得应该是这个？来试一下，因为这个镜头非常卡，所以我就把它先我就讲一部分的时候，就只把那部分 solo 出来。你看它就是这个样子，卡爆了。然后我先讲一下，
整个地面吧，我先不讲脚，我先把角角色这块 solo。你那个地面怎么让它显示出这种白色、黑色这种？它只是因为它太密了而已。哦，OK，对，它要是没有这么密，好像就不是这样。我先把 foot 把地面 solo 出来，这是 stage。这个非常卡死我。你这个是多少个 instance？这个感觉特别多。对，还是不行。这样我先把那个 instance 降低10倍吧，不然的话，我做了2套 instance。对，一个是440万，一个是2000，然后我把这个先改到4万，不400万，现在这个是4万，对4万。好，你看就没有那个感觉了，对吧？就会变得平面这样可能会稍微还是好。好，有点。你看那个就是对，嗯。好像人看得到，但其实这样真的是看不出来太好的动画。其实这个很简单，就是说，我当时想法就是说这是地嘛，然后我一开始是想真的做雪的，我其实有做一个用 Displayment 做的雪，但是用那个方式做雪，我觉得一个是当你脚踩下去的时候，那个就是那个坑不太好看，因为你用 Displayment 做，我当时有做一个动态贴图。然后感觉边缘不太舒服，然后特别是边缘的那些细节，因为你认为它是雪了，所以你会对这个要求特别高，你会觉得很难看。所以说后来我想，我就不如就还是用树林的概念，让它还是通过这些直线来生成类似雪的感觉。我觉得这样的话，一个是含义我觉得上升了一个感觉，然后同时做起来也会容易一点。然后所以我就做的是2个 scatter， 然后这个 scatter 的话。基本上也就是用的最常用的 MoGraph 的这个，这玩意怎么能把它变大一点只能这么小？这样，对，就其实很简单，就是首先是一个，它没有变化。对，为什么？是因为我把 solo 了吧 ？solo 了是不是就？你把 scatter 关了再开一下。来有了，这样好。就是首先它就是本身是在地面以下的，然后这块因为是需要脚踩的部分，所以我做了，要不这样吧，我先从脚踩的部分说。我其实都不知道怎么讲这个事。首先是脚踩的部分，就是我做了一个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线。然后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就是脚就是围绕着脚的那根线，然后我让它踩下来的时候，你看，这么细，它那个面上有这个纹理。对，因为是这样，就是这个地面没有的那个线，刚刚那根线是 fall off 用来去控制刚刚你那个地面上的那些竖线的那个变化的。OK，当然地面的本身我其实是用到的 就是 X particle 的 VDB mesh， 因为这个 VDB mesh 是一个相对来说你不需要考虑这些布尔接缝的东西，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做布尔的一个工具。对，比如说你看你做2个球什么的，然后你在这边VDB mesh 一下，你就只要把它丢进去，那它们就连在一起，完美连在一起。对。对，然后它其实是非常，就是你看它的接缝是非常舒服的，就是虽然它这样精度不高我会把精度改到3.2，然后就会相对自然很多，而且它可以对不同的物体，比如说你是要你看不同的布尔方式切然后 different 然后关键它是一个无限量的存储，它根本不需要布尔 A 跟 B。你可以再放一个这个形状，然后让这个形状去切，比如说我刚刚放的这个形状去做一个 difference，然后你看它就会下来，就变成这样。
而且你在这个过程中间，它基本上是很快的，你看到没？ OK，所以说我就是用这个方法去做那个脚那个鞋印，鞋印，对，就是让那个我这边其实有，因为我烘焙了，所以说可能就不会特别明显。其实我就是做了一个鞋子，然后让它做跟这个下面的地面去做了一个布尔的那个变化。对，这个其实不难，我就不演示太细了。然后再说一下这个，我把 Polygon 关掉。嗯，啊，天呐，这是应该是我看是哪个 Polygon。像你这个 VDV Mesh，那它的精度特别高，那得要。其实它精度不算很高，就0.3已经很牛逼了。我现在这边调的0.3，对。但是其实你看嘛，对，你看哦，它其实很快，我觉得这个算法真的很快。对，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用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其实根本不会 Add Particle，但是我就总用这个。终于用上 X Particle， 对，用了一个这个功能，觉得特别开心。对，然后这个讲完了以后，我把这个先关，因为这个确实还是挺慢的。然后我再开这个，看一下这个线，这么看简直就是平淡无奇啊。然后我再说一下，就像首先是 big， 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你看到这里有一根线没有？看到了。就是我需要通过，因为它下脚的时候才会产生这个波，所以我就需要，其实是一个怎么讲，就是用的这个 fall off 的 source， 然后我把这个脚的这根线当做它的 source 的那个圆，这样的话，当这根线下来以后，它就会往两边扩散。对，然后我特别想分享一个我觉得很牛逼的东西，就是其实我发现这个 Spline 的这个 fall off 是一个神器，就是用它可以做出几乎任何的你想要的波。就是改这个曲线的这个样子。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太明显，所以我跟你换一个，我来演示一个简单的，我就不拿那个 Scatter， 因为 Scatter 它看不清楚嘛。OK， 我感觉是二维的做到三维上去，让二维去理解那个三维的变化。对，但是它这个其实是特别牛逼的一个事情，我就顺带的跟你们说一下这个我觉得很好玩的。比如说我现在只是做一个简单的那个用 plan 吧，用 plan 给这个。天呐，我觉得我这么讲会不会讲太慢？做一个简单的 Z 轴的，往上移的动画，然后你用了source 以后，然后取这个圆儿，咦，怎么没有卵用呢？这个你是不是要改成点了？没有改 deformer， 改了。那个面数才 DA， 对，等等，不是好像是不是已经有变化了？把它改成让我想想啥情况。distance， 对，好，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个巨蠢的一个动画，对吧？它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这个fall off， 要我 fall off 的时候，对，这个 fall off 它其实是把这几个点先删了，你可以看一下，就是你去做这个过渡的时候。你可以用它去，而且它是可以超出的，比如说你看这样，它就可以到后面去，你就可以用它去塑形，去塑造你想要的这个过渡的形状。对，比如说，这个 T stand 你可以长一点，好，然后另一个特别牛逼的东西就是这个 animation， 就是当你比如说你看，当你的起始跟宗旨是一样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 animation 去控制一些动画。就我那个水波，我那个水波其实就这么做的。
哇，这个但是它一定是需要，你看像这个地方它的那个等一下，我看看这个地方。哎，它怎么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这么大、这么蛋疼的一个这个呢？一坑是吧？你说啊？好一点了。哦，对，会出现这个东西，所以比如说我当时做的时候，我就会拿一个另一个 for off 去做一个布尔，就是我会用到这个布尔 for off， 哦，去把就是那个插件。对，但是其实这个我觉得特别有用，就是用这个 spline 的线去调你想要的一个，对一个这个。对，就是包括我当时做的那个脚踩下去的那一下，其实也是用这个做的。就是你看，它是因为它其实是接近了嘛，然后接近了下来，我希望它的那个，你看这个成片，就是它是有一个小高峰的，就是在它那个波，你会看到有一个高峰，就是它不是直接只是扩散开来，它会在对，其实跟这个形状是一样的，你看到没？它会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最高点，然后再扩散走，有点像是它的横截面。对，有点像一个横截面的感觉。对，然后我调的是它的这个 sample distance， 就是它的这个扩散范围。然后我这边用到的是我有个问题，就是它不是有那个 spline animation speed 吗？那个 animation 是有的时候我也会用，但是我不太清楚它这个 spline animation speed 它究竟是什么 animation， 就是这个 spline 的周期，相当于周期。对，周期是什么概念？就是本来就是相当于你可以把它，我觉得我自己理解的你应该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 spline， 它就是它一直往这个方向移，就是比如说它往左移，就是整个 spline 会往左移的速度，然后它移动的时候，你看它就在移动，你看到没？它在往右移动，比如说它这是往外扩散，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这是它移动的速度，也就是它整个曲线的周期。你现在是一个 circle 嘛？那如果换成一条helix 或者是其他的线，它就如果不是封闭的，那我比较好奇它会成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在运动。如果不是封闭的呀，我看哈，比如说我换一个折线什么的。对，换一个，但是它最好是一个 arc， 用那个 arcs 一下就用 arcs 是 arc 第一个 arc 第一个，对，这个就不是封闭的。不一直在动吧？哇，很帅哦！因为它是往周围的，它是往周围的那个扩散的，所以说它你看，它还是周围扩散，只是以这个形状周围扩散。对，其实这样子会好理解一点，我觉得会比圆的。对，就是一个以周围的形状扩散，但是问题是。确实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它的横截面这是个问题，因为它到了这个点，比如说这个地方的值，它移到这个地方来，就会出现刚刚我们说的，它两端的值不是一样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就可能需要一个很大的，然后呢，你就把它这个调成这样，就是调的细一点。我当时那个水波好像就是这么做的，我调的比较细，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然后你再把它调的厉害，是吧？还蛮好看的，我操，好牛，好好玩。然后对你就可以这么玩，这个东西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你看你还需要一个峰值。不是有个什么化学反应吗？那个什么 reaction diffusion， 对对，但它其实只是一个扩散而已，只是说你可以。对，是好几个扩散在一起，多个扩散在一起。不过我觉得那个 reaction diffusion 那个思路真的是很有意思，就它其实有点像那个就是属于那个计算机语言里面的一个什么，
叫什么递归嘛，叫什么？就是它，我后来发现，哎，你说是这个吧，应该迭代吧，可能就像包括我那天下了一下那个这个人的那个，就是那个像外星人一样的那个 CC， 有一个叫 Mark，Marek， 哦，我知道那个人，那个人他最新出的那个东西其实也是一个类似的思路，你知道吗？你看了吗？他的 Merk 嘛，那个人啊 ，Merk，对。那之前我看 CC 范，然后你看他做这个，我觉得就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你看了吗？我看他做的，他这个怎么弄的呢？他其实好，他的思维是一样的，就比如说他就是要自己迭代自己，他先做了第一个 displayment，然后比如说我先做个球，你看我现在把它一关就没有效果了，你看，我把这个一关，对，这个你看就没有效果了，对不对？然后他的思路是什么呢？就是他先做第一个 fall off 第一个 displayment， 让比如说我现在拿一个球去惹他一下，惹你一下，你看，然后他就迭代后面对，然后他其实后面的这个呢，他惹他一下，其实理论上，其实就只有惹一下，对，只是惹了一下。好，然后他把这个的变形做成了那个 vertex，然后用 vertex 束缚下一个的这个 displayment。那所以说下一个 displayment 呢就会被这个的束缚住，但是它也会产生一个新的 displayment， 所以这个新的 displayment 呢又会进入到这个 vertex 里面，那 vertex 又会被这个循环。对，所以说当它变成这样的话，你看它就会变成扩散开了。然后我也不知道 C4D 的这个 smooth 算法怎么这么奇怪，它就能把哇，现在就成这样了，所以说，但是它就可以就是说，就是变成起码不会很乱，就是你看现在它是这样，然后你再完了，这个都已经失控了，然后你再把它关掉一下就好了。对，它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不可控，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挺神奇的。你看不同的速率出来的东西不一样。因为现在没有加 delay。你看我就不懂它这个，反正我觉得这个 smooth 和 delay 就是一个谜一样的工具，然后一用它以后就很屌。好，我们就回到我们要讲的东西。如果大家就是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人，然后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关注他一下。他还出一些插件，那什么 Typogene 对，这回其实项目也用到了很多他的插件，你看这是他最新做的这玩意，包括他的那个什么 Typogene， 对，还有然后而且这个人的教程永远都是用机器的那个合成的声音在录，然后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地球人，因为他的脑洞非常奇怪。对，就像这几个插件基本上都是他出的。就比如说这个对，做这种这个细分太低了。对，就是做这种现在大家很常用的这些，非常好用。对，这个是真的非常好用，吧唧一起出，然后就可以做 everyday 了。对啊，就是挺有意思。不过我现在没有更新，它现在有出新的版本，会更好用一点，然后这个也会更多一点。对，然后包括它还出了另一个这个也是非常厉害的，把它放进去一看，就是那个背我很多次的背我。对，你看就出来这种东西，然后再加两个这个，又可以做 everyday。这有点丑，算了。没事，加个景深靠近一点可以了。对，加一点这个，哇，好牛逼！出来了。好，然后再回到之前，所以其实这个鞋，这个鞋的 D 的部分嘛，其实原理就是这样，只是说可能需要因为它很慢，所以我每次都是去做个 animatic， 然后再回来看它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然后再调。就你可以看，其实像就是我会做很多，你看这些都是测试，这个是鞋的测试，然后这个是就测了3层。
对对，然后一开始因为我觉得血里面需要有一些晶体嘛，所以一直在测这个。当然你看这个就太明显了，然后这个就好像这个又太不明显了。然后这个当时没有加那个白色的那个部分，好像做了挺多的，这里面好像也不算很多，不知道，其他的我可能没存。然后对，然后我再讲讲鞋吧。然后鞋的话，我可以把 stage 关掉。其实这么关是没什么用的，好像它还是一样的，还是卡是吧？对，因为它需要把它那个，我之前有试过一个方法，就是我把它这边新建一个 layer， 然后我把整个这个丢到它的 layer 里，然后把 layer 的这些鬼玩意全都关掉。连这个都眼不见为净，你看就好像快了。因为它好像就没有用那个算。然后鞋的话，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还是沿用的 Mark 的设计，然后只是稍微我修改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我把那个特步的标志拿掉了，然后加了一个灯，然后当时我发现它这边有些缝，所以这个材质上我做了个 displacement 来增加它的厚度。我突然发现这个其实也还挺有意思，就是当你觉得，比如说我需要让这个地方，你看这个，我来把这个提取一下。Select material。好，你看，其实这个地方如果我不加这个 displacement 的话，你看它是很薄的一片。然后当时我为了让它那个就是稍微看起来温暖一点，就是我觉得圆润一点好一点，所以你看我就加了一点厚度。这个厚度是什么贴图？我加了对，不对，我看看是这个贴图吧？这就是一个白色，就基本上是白色的一个贴图。白的，这就是白的哦。对，我记得我还做了一个真正的白色贴图，但是好像这里还是用的一个 bump 的东西，但是其实也有这个作用。包括这个也是。先用 RGB Special 之类的也不行 ，RGB Special 它不识别，因为它不是 texture， 对，它不是图片。对，所以你看这个就是白色的，你看这个我就是做了白色的，就这个地方我也增加了点厚度。比如说如果没有的话，你看没有的话是这个样子，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好像是因为我把这个的厚度增加，对，反正就是我让它整体看起来都厚一点，因为我一开始觉得可能鞋有点薄，然后我就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做一些厚度的改变，我觉得就起码比改模型会方便很多，而且不会影响任何的东西。对。然后整个这个动画呢，其实也就是跟我之前介绍的 Maximo 那个原理差不多。我在那边有取一个角色的动画，对，就是你看这个动画，然后我需要让它有一个脚踩地的画面，然后把那个进入 Maximo 以后，再把它给导进来以后，因为是特写嘛，所以其他的部分我就没怎么管，就是这么一个小裸男。对，然后主要是把裤子跟那个鞋子的部分做了一些特细的东西。对，基本上是这样。你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吗？就这个镜头。就材质的部分，我其实也就是做了一些 mix， 因为我总觉得未来的材质会有一些，比如说胶质的东西，或者说是一些透明感的东西，所以我做了一些 mix， 去 mix 一些包括一些拉丝啊这些东西，反正就是瞎试吧。对，因为我总觉得就是这些东西你也没有个什么对具体的方法，就试呗，试出来还不错就行。没有问题的话，我就讲下面的镜头了。好，那我再挑一下这个镜头吧，就是这个摄像头陷下去，因为好像还蛮多人问这个镜头的。这个镜头也是做了很多种版本。你看一开始其实是黑色的，像水一样。对，就是有点想做这种感觉，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发现它在抖，你看到没有？它是在抖的。是。抖的还有点意思，有点有机感，
有机感，对。对，然后后来我就没让它抖了，因为确实有一点难，还是有点难看。然后其实是用了2个不同的方法，然后到后来我觉得需要就是其实我是在中途突然得知他们要用主推红色的，之前没有说主推红色，所以后来我又想说，那我就需要统一一下，我就加了一些红色的东西在里面。好，然后把这个镜头打开一下，然后其实这个镜头是做了两遍，因为Camera Dissolve B 对 B 是最后的版本，然后 Dissolve A 是之前的版本。OK。对，你看这个版本就是用的 Dissolve， 就是 Dissolve A。当时我是觉得这个版本的控制的话会比较舒服一点，就是但是很卡，因为我这个版本用的也是 OBD 叫什么 VDB Measure。对，因为相当于我是做了那个几个布尔，把它不可见了，就是你看几个布尔，然后让他们自己互相的去进行加减，这样的话生成的这个我觉得好控制，而且它的边缘是舒服的，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它会抖，特别是精度低一点，它会看起来很抖，所以后来我犹豫了很久，我觉得我还是受不了这个抖，所以我就换到了另外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其实是用的是 Loft， 用很多个圆，那很多个圆。那这就是你每个都是手 K 动画？对，每个都手 K 动画，就变成，就是你看，我好像应该是把它 bake 了。你是不是关了？我应该是 bake 了的，我看一下。我一直想问你有没有一个快捷键可以，选到这个键，9，还有这个我也觉得需要快捷键，每次这么点特别烦。对，我把它bake到这儿了，先把它关掉。你看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动画的话，你看它本身就是这几条线，有些线是用来动的，有些线是用来约束的。其实也不算很复杂，就是这样。对，就让我调个就行了，调成这个样子。好，然后这个其实也还好。然后最后我就觉得还是这样可能会比较适合最后不抖的情况。所以接下来就是那个就是渲染，因为很多人觉得那个光挺神奇。完蛋了，我的光，不是，我先把这个关掉，把这个bake的打开。然后这个地方我还是用到的这个，就是我之前分享有提过的那个一个可以类似于去做一个傀儡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会让这个的 polygon 随着这个而变换。这样的话我就不是 bake， 我只是把它连接到了这个上面，这样的话它本身就不会需要就是 bake 的很多关键帧这样，而且我可以随时改。比较像 connector object 的升级版。对，有点类似吧，就是而且它是另外一个物体，它会做成一个很简单的物体，而不会说下面带了一堆子集，看起来很乱。而且用这个 polygon 可以做很多别的东西，比如说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选一些面挤出什么的，它都还能保持跟原来动画的一致。这个上次有讲过嘛，所以就不讲。然后这次这个这个打光其实也蛮简单的，就是我看一下，我把这个我再开一个这个好了，不然看不到。不然看不到主要光的布置。就其实我在这个里面是打了一个背光，你看这个是个背光。其实我一开始想把这个东西做成一种胶体，它不是一个玻璃，它是有点像
那种3S 材质的东西。嗯对，然后我这个背光，其实没开，我现在发现了。哦，对，我最后就没有用背光，搞了半天。哦，我好打脸啊！我这个没事背光在这儿，背光在这儿啊，是在这儿啊。对，就是这个背光，其实我的作用只是想让它有一种，哎，就是有一点点通透性。然后因为我有，就是我这个材料因为有点半透明嘛，所以我一直就是在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你看，就是一个3S 的材质和一个那个，对，哦，不是3S，就是 transmission。对，因为我自从发现 transmission， 上次花千骨说的那个可以模拟3S，我就很少4S，我觉得 transmission 其实效果还挺快的，对吧？然后这个地方的红色其实并不是基于灯光，其实我灯光设置就挺简单的，就是你看几个光，只是为了把它打亮。嗯对，然后有一个光，你看是从那个顶上划过去的，你看哦，超简单的那个灯光设置。那上面那样子的形状是由于那个变形，所以才会对，更多其实形状是因为 fall off，就是我其实是这样，我做了一个这个就是这个东西，我做了一个黑色的材料，还做了一个红色的材质，然后我这个两个材质，哦，我的天，然后这两个材质做了个 mix，然后因为它有一些这种，哎，但是我现在有点混乱啊，等一下，那个红色跟那个完了黑色是我的显卡崩溃了，没关系。我重开一下吧，我显卡崩溃就不行。你这个混合没有用 Mix 的贴图，但是为什么它会露出一块红色一块黑色？对，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一会儿看一下怎么回事。应该我记得是用的 fall off，就是 fall 的还是用 dirt 也可以，反正不是 fall off 就是 dirt，我的妈！你是用了一个节点，它能找它那个边缘或者是应该是我记得是用了 fall off，我不知道它这个地方，可能是因为它崩溃了吧。我看一下，你是4个1080坏了一个，那现在只有3个。那个还坏的。坏的，他那个他说没法修，就是你只要坏了，他因为他全部是把那个风扇拆了的板子放到里面，他没有办法修。我突然觉得太坑了，再也不买这种水冷机器了。哎，你现在是4个980还是108？980啊，3个980。3个980。还不是 TI 920的啊，TI，那3个980，那不是太慢了。好，然后我试一下。效果不一样嘞。诶，是哦。因为是这样，因为当时我渲染的时候，我是炫着不同的通道，就是比如说我炫了一个 normal， 然后炫了一个 red， 然后我在这边有分不同的光，相当于我每个光都是单独输出的，所以其实是很多是后期调的。对，但是你大体上看起来就这么样，对吧？就是你看这个光后来就很淡很淡，我把这个光给调掉了。那我现在想解决的就是说，对吧？这个材质是什么个情况？因为我记得当时我是用了一个这个 dirt 的，但是好像这真的是没有 dirt， 我看看。你这个它真没有哎，你看，如果说我全部是红色，它就是这个样子。它是不是那个形状？它我把 dirt 放到了这儿。一样的，其实是一样的，就相当于，对吧？如果说我用的是那个，对，一个那个，用这个去控制这个的这个办法很厉害，对吧？
然后做了这个反光感，对，然后我相当于如果是完全是没有的话，其实是很亮的嘛。但是我现在用这个 Dirt 控制它的边缘，然后呢，我再通过这个 Mix 其实是去调整它的通透性，让它看起来真实一点。对，所以最后就呈现的是这个样子。哇，效果超好，对吧？厉害你们要看合成吗？就是看一下。好，开始开始，有点忘了9。哥做假的办法特别好。群里有没有什么问题什么的？你看看，如果有的话，可以顺便解答一下。你可以说提问的话，那大家就提。就是关于这个镜头的问题，因为有可能我一会儿再提问就不会再回到这个镜头了。嗯，啊，对，就是哦，合成工程也蛮简单超简单啊。的，就没有几分的。对，这就一个是渲染的结果叠了一起。对，就叠在一起嘛。然后控制一下透明度。对，你看透明度我每个灯光是单独的，对，然后控制一下透明度和你要出现的时间，然后加一点点光，然后加一点点景深，加一点点降噪啊，所以本来加了点这个，后来反正也觉得没看不太出来，对，反正就最后就这样。就是这个一个降噪和景深，对，其实蛮简单的。现在感觉用了 Octane 以后，合成的工程越来越简单了。有人问那个绿色的那个发光的是怎么弄的？绿色的它本身材质球就是一个那个 transmission 就是那个绿的是吧？对，你看，就是本身它是一个，我有做那个 fill， 哎，我没有做 fill， 等等，不对，我是选的不对，我来看看，glass， 那你看我这个 inner 这个材质，这是一个，就是用这个 film white 和这个东西去调这个颜色。比如说，如果你换一个，你看就变成紫色了，看到没？因为这个它是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我们做手机摄像头的那个材料，手机摄像头里面那个光其实也是类似这种东西，所以说我直接就把这个材质拿过来了。OK。对。哦，都挺好看。对，反正这个就调吧调吧，可以调出那种你那个Y的越低，就可以出现很多种颜色。比如你 Y 再少一点，它就会出现好多种颜色。哎，再大一点是啥？我忘了，我总是忘。哎，管它了，就是到时候调一调，反正调好看嘛。怎么看怎么来啊？怎么好看怎么来？对，好，没有问题的话，那我就再讲个别的。然后楼房的那个想简单讲一下吧，因为楼房那个其实没什么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个片儿。不过我当时有做很多种不同尝试，比如说你看像当时为了去琢磨这些，就是想去做这种楼房慢慢被腐蚀，但是是被那种就是叫什么，但是变干净的一些方法。然后一开始有是这种，就是其实我是一个。你这个贴图怎么弄的呀？这样的？贴图我专门做了一个工程文件，然后那个工程文件就是 A1 叠那个 noise 吗？就是先用这个，我先用这个工程文件去输出了一些素材，然后在 A1 里面叠，没有用 noise， 因为 noise 它很难去做出那种就是生长的感觉。就我现在这个玩意是，你看它生长的话是，这能不能看到？哦，果然你这么看肯定也行。哇！然后这是一张图，然后我用这种方法做了好几张图。我一直不知道 A1 怎么做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本来用 A1 试了很久，然后我发现都不太好，所以最后我就
做不出这种 fall off 啊，这么好的 fall。啊，就你这个中间这个 fall off 特别好看，A 可能比较难做出来。哦，可能因为我当时是做了，比如这个是细长的，我做了好几个，这个是就不同的是不一样啊。我现在是浪的啊，我都有点忘了，我应该是在这里面，应该也可以用 foam 做。不知道。我当时因为我希望让它是出来的是这些，你看，然后有一个是这样的，然后有一个是大的，然后把这3个拼到一起了。但是我希望它出来的时候，这个边缘是就是很干练的出来的，就比较不像那种渐渐的出来那种力道太软。对，明白。然后我就把它合到一起，以后就成这个样子。然后比如说你要是想把楼房也加进来，你就你看就是楼也可以侵蚀进来，挺酷的。但是最后觉得这个效果有点怎么讲呢？太对，又变成那种赛博朋克了，我靠！对，所以赛博朋克对，所以觉得太细了，就没用。所以最后我还是用的是比较简单的，包括还研究了很多种不同的楼的方式，比如说我本来想让这个楼直接能抽离，你看这个，这个是什么鬼？对，不是这个，看一下。啊，你看这个楼的话，它的背面会被抽开，但是这个并不是用的那个这个好未来概念。对，这个用的是另一个东西，用的是就是我其实是直接做的多边形的动画，而不是用的那个 Pixel Sorter。然后但是它其实也还蛮好玩的，我可以通过调，但是很慢啊，你可以看到它的生长。我做了一个小的控制方式，就是包括这个plane 吧，应该是 plane。那你是在什么样的技术模型上让它这么变化？就是本来就是一个楼，就是你看我把这个关掉，在上面长，然后上材质。对，我让他们在上面长，我用这个 Mouse Truth 选了一些，本来就是这样的，然后我用那个 Mouse Truth 去选了一些面，把这个地方的面给选中。明白。不知道看不看得见。我把它关掉了，因为我又用了这个继承，所以说就看不见。我把那个破裂感关掉。你看，我会把这些面选中，就是以这个方向的面选中，然后把它以一个这种很卡，然后就可以抽出来。然后包括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有做45度，其实不要45度就是直的，对，然后就可以这么抽出来，它表面也会出现这种东西。反正我当时不知道怎么想，反正我就想去做一点做的让它这样能抽开的东西，就是想去表现这个楼慢慢的变得就是也是线性化，反正然后最后这个效果其实有做到片子里，但是特别不明显，我放到了最后面，就不知道你看在这儿呢。不是这么明显，它其实在动，你看到没？它这些东西在生长，有一点点，就这些地方在动。因为后来想想，其实也对，就没有把它做太明显。然后还有一些不同的，比如说就是也是一些楼的一些这种一些这种可以去对可以玩的什么的，它可以这样抽开。这个其实也它变成第二个，对，它其实没有变，它只是说可以抽，对，其实有一点像变形了一样，就抽到上面去了，用的就是这个现在新出的这个 noise 的那个 for off，29的 noise for off，对，然后你也可以改不同的，比如说 box 或者什么会不一样，这种比较细，反正这个也还有点好玩，可以玩玩，而且很快。而且它这边可以试试看到 noise 的形状，对，
然后我们本身最后做的那个版本其实就是就是这个，最后就是一个片儿，你可以看它就是这样子，这一个片儿，什么也没有啊。这边做了个挡板去增加一点阳光的阴影，但最后其实也不明显。但是整体的那个贴图其实是一个，哦，是怎么成这样了？怎么平了呢？等一下我看看。没阴影的。哎呦，这个换没了，这个置换丢了好像。啊，有了。你看那个，它本身是你看是有深度的，看到没？对，但其实看起来也挺挫的，因为它边缘并不可能很顺。然后这个置换贴图其实就是 AE 做的，然后这个贴图其实会有一个问题，我之前还想挺简单的，我觉得那我不就是先在那个 DisplayMate 的 Map 上做一个 Pixel Sorter， 然后再在 Color 上做一个 Pixel Sorter 就可以了。我当时这么想，但我后来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Pixel Sorter 它是基于你的明度，你的明度去计算这个我看我找一下那个图啊 ，Building， 我看我应该是放在 Source 里吧，有点厉害，管它呢，随便开一个。就是它是基于你的明度去计算那个抽离的那个感觉的，所以说你的 DisplayMate 的那个抽离的那个形状跟你的 Color 是不一样的，所以会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不知道你get 到没？就是这个是向下的，这是另一个镜头，反正这个是向下的，但是原理很简单，所以最后我就基本上 color 也用的是 DisplayMate map， 然后反正稍微调了一下吧，反正这个是一个麻烦，到现在也没解决，但是这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对，就是你在做 Big Sorter 的时候，注意一下就好了，就是做一个 Big Sorter， 然后把它直接贴到3D 里面去。那楼房的那个置换贴图你是怎么做的？一样的呀，就是我都是从一个这个网站，就是贴了一个，天哪，我的 Chrome 就成这样，我 Chrome 打开了，那先不看了吧，就是有一个叫 Texture 的网站 ，Textures.com 是吧？对，那个网站，它的网站就是你下低分辨率是免费的，但是其实楼这种也不需要高分辨率嘛，所以我当时就下了一个。它很多那种平面就是设的很正的那个楼的照片，对，那个窗户的，对，就是其实是这个，就是它下载完的话，应该是我看看是放在 Texture 里吗 ？Building， 其实就用了这3张，就这样拼，对，然后 DisplayMate 就是相对来说我做了一点点，比如说我看看啊。这个我没有怎么做，另一张我做了一点，比如说我画了一些 mask， 然后把该凸出来的地方凸出来，该凹进去凹进去，有做一些这种，但是这一张好像是没有做，另一张做，对，但是其实你看这个，我做了一个这个，看到没？因为我本来这些东西都会变成一个凹凸嘛，但是其实这个墙是平的嘛，所以我就把它给抹掉了，对，就类似这种，对，然后因为里面的东西我想保留，因为有一些凹凸，我觉得细节上会舒服一点。虽然这个是反射哈，反正最后出来的话，它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倒是没什么难的，就是只是想营造一个抽离的方法，但是研究了很久也没有发现特别好的方法，最后就这么做。OK， 好，然后我们就现在讲讲别的吧。城市的这部分基本上这样，然后后面这些打光想听一下吗？比如说这个镜头，讲一讲，这么讲我觉得真讲不完了。要不讲一个打光的，然后讲一个打光的吧，就那个流动的那个感觉的。这个吗？这个。好，那我讲下这个。有很多人留言在那个直播平台了，
不晓得，我这看不了。就大家提问尽量就在我们的官方群里面1群2群提问吧，因为直播平台我们也都没有在看，可能最后会留一点时间，从直播平台里面稍微找一些问题出来，但比较少。这个是之前的，然后找一下。我当时也试了好多种不同的方式。对，然后这个镜头其实也是，打光很简单，一共3个光，然后我会做不同的几个 take， 比如说这个是基本光，因为这回的不知道你们看过那个 Find X 的那个材质没有？它那个材质非常奇怪，就是它的那个光的那个叫怎么讲？它里面会发红色的光，但是它表面也有一层玻璃，然后所以说我后来想到最好的方式就是分开去打，然后后期去合成，这样的话光线的干扰会小一点。因为它其实比如说你如果在红色的材质的时候，你上了红色的那个材质的时候去打这个光，那这一片全部都是红色的。然后所以说我现在就相当于是红色的这个东西我会分开去打，这样的话就有更多的可控性。那本身这个打光的话呢，就是其实也就这样，就是一个我看这是一个应该就是这个不是。这个光是打在这个侧边，反正打光就是我给你看一下灯光设置啊，给它开一个窗口。你看就这样，好像也没什么。然后就是一个是侧边，因为我需要这个提亮它的这个地方，所以我打了一个这样的光，你看一个这个光。然后这个光的话，我一般会做一个 layer， 这样的话你比较不知道这个。对，如果说你不打这个的话，你看起来就是个大白光嘛，对吧？所以说我就会加几层 layer 去 multiply， 这样的话比较好控制每个光的。我有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用 Octane Light， 然后再加这个 layer 的时候，你加任何 layer 之类的 texture， 它会慢很多。我都没感觉，我不知道。我觉得不加这个就会快，你一在灯光上加 texture 就会变慢了。是吗？是不是用的那个 CCD 的那个 texture， 它会要对。你比如说你用 gradient 就会慢。那我可能一直都用 gradient， 所以我不知道不用 gradient 是怎么样。但是你不用 gradient， 你用什么呢？对啊，但是一定要用，所以它就是会变慢了。那可能是因为对有几种原因啊，比如说你本来是个贴图，对吧？你肯定就不如你不要这个，你把这个不要了，你不要这个以后，你当然是很快，对，但是你不能不要它，那所以说算了，就这样吧，反正也还不慢，你看，我觉得还行，你看它速度多快。如果你一个的话很快，如果复制很多灯光，它的速度会。对，我是觉得打光就别的复制那么多灯光，你要复制那么多灯光，你就分开打，可能就会好，就尽量不要有太多灯光在一起，要看起来太乱七八糟的。我觉得就是思路清晰点其实就行了。比如说你看这个灯光，它就是打这个侧边的，然后这个灯光就是打背面的，也是一样的。对，我都懒得调了，你看我都复制了，跟这个光一模一样。稍微反了个向，然后去打一下这个边缘的位置，然后去把这个轮廓打出来，然后这个 red 就是现在是关掉的，因为我会在打 red 的时候打出来。然后 red 的话，你看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想把这个流线打出来，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啥呢？其实看起来很复杂了，它其实就是一个贴图一个这样的贴图，然后把它重复是吧？没重复，我就是把它那个拉伸了一下，把这个拉伸很长，它就成这样。对，这个贴图来自于这个 Video Copilot 的那套插件，那套灯光预设，对，在这边 Single Light 的这些，可以用一用。不过后来我下到一个还不错的，但我还没开始用，有一个新的叫什么 Studio Light， 这里面的也还不错。这个是会星星的吗？还是不是？是不知道是谁的，反正好像是免费的吧，我忘了，还是付费的。对，我忘了这套。然后就是它的也还挺细的，但是还没有用到。反正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次的这个手机，如果你打的是纯色的渐变反光板，会觉得不太好，因为我们打纯色渐变反光板，其实是为了去做那种产品化很足的那种
感觉，就有点像我之前做的 OPPO 啊，或者一些你看那些出街海报矢量的，它其实看起来是假的，只是说它对产品表现好看。但是这次因为我整个影片是写实的，所以说我就会去考虑去用一些不同的方式，比如说加一些纹理的灯光啊，有的时候我会加天光，比如说我这个应该也加了天光吧，没加，这个没加天光，有的镜头我会加天光，让它会有一点点细节的东西，就是去增加它写实的部分。然后最后也是一样的，是在 A 里合成的时候，再去平衡每个灯光的这个强度啊什么的。比如说这个是12，对吧？12。对，你看，其实也差不多，稍微加一点点 glow 啊，然后对，然后其他的就是加了一点点，这是个什么鬼？加了一点点 light， 对，然后反正其实也没有，这个就是看着调吧。然后背光我是单独加的。OK， 那你这个红色这条像流线一样的，就是灯光的那个灯光动画是什么样的？就是一个贴图动画。贴图有动画是吧？应该是我看一下，因为有点久，我有点忘了。所以你灯光是没有 location， 也有 location 一起的。你看我贴图调了动画的，因为灯光你的运动其实是一个怎么讲？我给你看一下。你看红色的灯其实是这个地方很大的，很大。对，我就没有动画了，应该也有一点点动画，但是大部分的动画还是在这个贴图上面。对，这个其实也没什么说，就是得试，你自己试试，然后觉得比较竖立、比较舒服一点就差不多了。这个就是在试，你看，就扫过来的嘛。然后这边我都没有要，我就只要了这个背的部分，差不多这样。然后再看看片子里啊。然后再讲一个手吧，讲手吧。这手可不容易了，哇塞！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可能不知道能不能再讲一期，因为还有蛮多内容的。就那个他们也想问那个方块变形，然后插到那水面的对，方块变形，对，方块变形估计也讲不完。对，还有内容很多。行，那我现在那我这个就最后讲个手吧，然后今天就差不多，然后就直接提问，好吧？好，然后手这个的话就是，其实手这个的渲染的画面特别，挺丑的，应该挺丑的。Stone OC Enter， 就是这个，对，就是你看它本来的渲染画面其实挺丑的。所以你这次很多镜头都分几个 take 炫，然后最后再对，这个镜头应该没分，因为一般是只有手机的会分，产品的会分，我产品的一直都会分，我一般 take 一堆，对，因为我一般还会把每个产品的部件，比如说屏幕啊，然后什么前面的面板啊，什么按钮啊，我都会分成那个就是都会炫一个通道，然后就用那个叫什么，它就默认渲染器炫通道，因为那个比较快，然后都在后面的话你就比较好调。但是你最后合的感觉不就还蛮真实的，不像是很后期的那种方式。对，就是避免后期嘛，对，就是避免让它有后期感，但是你需要这些东西来控制一些光，然后做一些细微的渐变啊，比如说有的时候你手机的侧边你可以加一个 ramp， 让它有一点点变化，虽然这是假的，但是你可能会在视觉上看得舒服。你看这个手一开始看起来就挺怪的，就是这个主要后期合一下稍微好一点，
然后这边的话也是分几个部分吧，一个是石头，一个是手。然后手的话，对，这个手就是我先把石头给关掉，先把 stage 给关掉，stage 关掉，然后 stone 先关掉。好，这样就只有一个手了。嗯哼，对，就是他拿起来一个石头。其实我到现在我都不太懂啊，就是我没问过那种动画师，就是专业的动画师，他们是怎么去做这种拿起的动画的？因为我觉得你怎么能让一个物体，你拿它的时候感觉一直跟着手？我觉得好难。我是硬 K 的，就是我就是一直在修到最后好一点，但其实上没有什么父子关系，完全就是两个物体。然后 K 的好像是他拿起了这个手，拿起了这个石头，但实际上我会觉得这些石头在手上还是有点滑动，就并没有到说很精准的感觉。但我不知道，那种碰撞感，那种对，就是没有那种拿得很实的感觉。但我就不知道一般真正的动画师他是怎么去调这个的，因为每个手指我不可能都做父子关系啊，那我怎么能让每个手指都贴在这个石头上？感觉应该是掌心上的某个点，然后做一个约束，然后在那个给那个一个 node 做约束，然后那个石头放在那个 node 下面，可能再做一些 rotation 和 position， 再 K 一些小动画进去。是吗？所以就相当于是指头还是被子集，是跟着石头动，还是得跟着手上的某个点动，然后再去K 一些细微的动画。会比较快一点，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之前看他们做游戏的是这样子，是吧？嗯。但是我也不知道，我看像皮克斯那些动画，我靠，那你就觉得他拿的是真的在拿一个东西。但是有些游戏，我觉得他拿的也挺虚的，就是并不觉得他真的拿住了，就不太一样。对啊，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可能以后可以就在群里有没有动画专业的可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然后这个手的话，我做了个绑定。史上最蠢的绑定，就是那个我的手在哪？在这儿。就是当以德给了我个模型，就是他已经基本上编辑好了。我看我有没有单独的一个手啊？我靠，我竟然没有存一个单独手的。啊，有这个，这就是这个手，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这个弄完了，哎，这个是老版的吧？对的，这个是老版的啊。算了，不看这个，这个是之前的，这个关节是有问题的，就直接在这里看好了。就我做了一个绑定，然后这个绑定其实就是父子关系，每一个指头都有一个控制器，就是每个指头都有一个这个玩意，不是控制器，就是这个，因为我之前不是做 R11的时候有用手。然后我也不懂怎么 K 别的手的动画，我也不想弄 IK， 因为我觉得手用 IK 不太好弄，容易出现那种关节不舒服的情况。所以说我就把每一个指头的不同的，这个是手腕的，然后这是整体的这个上半部分，我做了一个关节，然后每个指头的都做了，对吧？你看，你看好玩，就是这样，然后再一起 K 嘞，就这样 K， 你看这个动画就这样，哇，超级，就是把 K 出来就完了。K 的话其实 K 的也没什么技巧 ，K 的就是你先 K 个动作，然后感觉在一真正的 K 样子，这么多。关键是他在做这个动画之前还得做这个准备工作，就做这个这个过程，我觉得就好慌啊！就这只是一个镜头，然后要弄这么多东西，特别慌。对，而且那个时候我还得去东京了，我靠！然后我在东京前就在做这个嘛，然后我就一直在赶，我必须在东京的时候把这个镜头宣了，因为这个镜头很慢，所以就之前赶紧把它弄了。对，其实很快，我记得以德是晚上12点才给我这个模型，然后我3点钟就把动画都做完了。3点钟你把那个所有东西都做完了啊，好像还没有很慢，因为其实
手的话就是其实它越复杂的东西，你越觉得它好像不容易 K 错，就相当于你只需要大概的感觉对，比如说一开始拿着的，对吧？然后你举起来以后手又转过来，然后转过来以后，我想让它好像有一个感觉你拿了这个石头转了一下的感觉，所以说就有一点点这种动画。这你看就接了3个阶段，你看第一个阶段就是这样，然后第2个阶段翻起来，第3个阶段就是松开，第4个阶段就放下，然后中间你再稍微做一点调整，其实就还好，没有说很复杂。挺复杂的，真的很复杂。你我做你你觉得绑定很多东西，你做一遍你就觉得好像还好像比想象的快。对，然后反正这个就是，然后石头的部分呢，就是然后还有这个手腕我加了个衣服，因为本来是有衣服的嘛，所以说一开始我没加，总觉得太奇怪了，后来加了件衣服，就是加了个衣服，但是我最后做的版本里这里面是有个东西的，我记得，因为我发现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这个光透过来是空的，所以还是里面加了个胳膊，现在看不到。然后石头的部分，我把手就关了，把衣服也关了。哦，这个地方说一个小点，就是我发现一个神奇的东西，就是你看那个一般你衣服导入进来哈，其实面数很低的，你发现没？就这个鬼样子，你从这里看，它为什么还会有？你看就这个样子。然后我加一个 close 吧，它可以加点厚度，但是感觉还是不好，还是不行，怎么办？对，然后如果你用默认的这个的话，你看，他会觉得很奇怪，对，挺硬的感觉。对，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有个叫这个什么 loop， 但是这个不太，但是会好很多，就感觉它对布料，我可能拿一个披风的镜头会比较明显，就是它的这个转折会更像布料一点，很顺，就不会再出现那种就是又有点像破面又有点什么的情况，这个不太明显，就可能披风的那种会比较明显一点。比如找一个披风的镜头可以看一下，就是特别牛逼，我觉得这是也是后来更新以后加的一些。哦，又崩溃了，红了刚才。好像那个显卡又崩溃了。看能不能炫出来。估计是。但是无所谓，不影响看一下那个兴奋。你看，应该是炫不出来了。啊。哦，不过这个镜头因为很远，我都没细分。但是这个你可以看一下，你看这就是典型的显卡错误，它表面成这个样子。对，典型的显卡错误。那算了，我先把关了重开，这又不行。OK。然后一会儿我再讲一下石头，然后就应该差不多。像你做这个片子的时候，这个显卡崩溃次数多吗？巨多呀！而且我刚刚升级了 Windows 就变得更多了。我之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就把那个关了，就感觉很烦啊，感觉做几分钟就崩溃一次，这根本就很让人受不了。那这个崩溃它是显存不够是吗？我觉得都有原因，而且我用的是一个不是稳定版，因为我那个用那个稳定版有个 bug， 我就一直没用，然后我就用的是一个之前的3.07的版本，3.08的一个R 几的版本 ，R 几3还是 R 几？现在那个4到底稳定没有？要稳定我就用4，感觉还是会方便很多。好，可以了，我再讲讲石头。可能也是刚刚开那个文件开太多了，我觉得。把手给关掉。
好，然后石头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石头做的不咋地，就是因为我不太会用那些什么粒子特效，所以我其实全都是拿 MoGraph K 的，所以就感觉你看这个东西应该往上调，结果因为我是 MoGraph， 它转进去，你看这些粒子都会跟着转，我就觉得哎不太行。看不太明显，完全没有感觉到有问题，是吧？我就总是盯着那个地方看，你看这个地方，我就可能因为我发现了，我就会一直盯着那里看，我就觉得你是自己做的吧？但是我们完全没有感觉到。好吧，那就行。就是其实就超简单，我就是不停的破碎，你看，我就比如说我其实这个东西是几个部分，对，就不停的破碎。就是它要分几个部分，一个是外轮廓的石头，然后就是你看这一大块都是外轮廓的石头，就是我做了几个大石头，然后做了一些水晶，就石头完了以后，这些也是小石头，我把它小石头先擦掉，擦掉，然后这个就是水晶，水晶就是包裹在它的那个石头的夹缝里的。然后水晶的动画，因为其实我一直觉得石头不需要太考虑动画的部分，因为它碎掉的话基本上都会自燃。但是水晶我一直觉得它因为它是比较突出的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它的变化应该不是比如粉碎啊，或者是我希望它是萎缩的，所以我就 K 的是这个石头，我就 K 了它的这个，你看让这些东西会慢慢的变小，咔这样变小。然后其实用的啥呢？就用的是一个那个，咦，我把这个丢哪去？哦，我把它 hide 了。哎，等等，让我研究一下。哦，在这儿，就是这些小东西，就是我就会做那个用 point 去做它的那个 morph， 比如说每一个 pose 我 K 一下，然后 K 这些点动画。你看，然后看到吗？哦，这个没有，等一下，就直接消失掉。我找一个大的，对，这个大的。你看，它就是，你看它是这样掉下去。对，但是我 K 的，我最后动的时候会比这个快，就是咔就这样下去了。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每一个石头都 K 了一点。然后你是怎么想到它动画要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石头应该是这种感觉会比较好，但如果我也没想到别的方法了，因为要不就不会做，要不就感觉，比如说你粉碎也不对吧，你缩小也不对，对，你把它这样，比如说你这样切掉也不对，所以我觉得它可能就是以这种收缩的方式会比较对的。明白。对，所以我就用的是这个方法，然后 K 了一堆，每一个这些应该都有吧，看一下。对啊，就 K 了一些这种，每一个有一些这样，然后石头的完了以后，然后就是小石头，然后这小石头的话就是一个 MoGraph， 让它们变小，然后其他的都是消失，就是其实就很简单，都是用的这个就是消失啊，然后就是把 scale 调成-1嘛，让它慢慢消失掉。只是说我的变化不会说是很柔软的让它变，而是可能就是啪一下就没有了。我觉得这样比较像一块石头。然后里面这个方块，里面的方块其实挺简单的，里面的方块就是一个去头群，就用刚那个 merge 插件。对，就是那个对。为什么它不可见呢？你看，就是这么个东西。然后对，然后只是说我的材质。材质也挺简单的，就是一个这种，不简单，有点复杂，就是我应该是对，我用了一个就是 就是这种，这个怎么讲，就是一个这种像水晶一样的材料嘛，然后再 mix 了一个 dirt， 然后另一个材料的话就是石头，
然后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为了让它的那个水晶的那个表面接近石头的地方会有一些土。我给你看一下，我看看，我只把它，就感觉它是融汇的比较好，不是突然对对对，在石头或者我直接看成片吧，因为这样，你看有没有对这些地方会有一些土，嗯 In life, 不然的话就觉得这个水晶太干净了嘛，因为它既然跟石头在一起，它应该是有些土的东西，对。嗯然后里面这边这个光其实就是一个灯，我这边做了个灯，做这个动画，做了灯光动画，是方块的，方块，哎，我的方块到哪去了？啊，在这儿。哎，啊，在这儿，这样有2个灯，做了个灯光动画，对，就也是就是反正做这种比较复杂的东西的时候呢，就比如分开做，你这个手做完了，然后大体动画开完了，再去做这些细节的东西，对，就不要一开始做太细，不然就没有信心把它做完了，我靠。就先把大的框架做完，然后你就会特别想把每个细节也做完，这样的话就比较，对，就会比较好一点。对，然后这边的动画就是用的那个最基本的那些 extrude 啊什么，这是它自动生成的，你用 generate 就是自动生成这个鼓起的东西。对，这就没什么东西，所以还好，就差不多。我想想看还有什么重点这个，然后给你看一下合成的合成。合成的话。15。对，然后因为我就是觉得我那个石头做的不好，所以我就在石头上加了特别大的运动模糊。我觉得这样可以掩盖一些东西。对，你看运动模糊比较大，如果你把它关掉的话，会看起来就没有那么自然了。还挺自然。因为你被网络的那个画质给掩盖住了。对，然后这边有一些光，我是只是调了它的那个 specular， 然后加了点 glow。对，基本上本来是这样的嘛。然后你看每一层，就加了个 post 的那个光，然后我觉得手太亮了，把手压暗了，然后加了点 shade， 自己做了个 shade 加上面，觉得可能好点。然后石头也觉得太亮了，然后水晶觉得太暗了，把水晶加亮了。然后你看这个就是那个 highlight， 加了一些光在表面，然后手又调蓝了点，整体 tint 了一下，水调亮了点，不然分不开。这个合成有点复杂，稍微调了一些细节吧，然后对，最后再用那个万能的depth， 然后再调了个色。这个 depth 一加太慢了，调了个色，调这个色也蛮简单，就直接只是加了个 selected color， 稍微调了一下啊，就没什么。那辛苦2位特地来分享了。对，没有吧。好，那我们下次再见。下次再见。好，拜拜。拜拜。拜。拜。